当国家或者是政府都不能保护你的时候呢，你这辈子赚的所有钱真的可以瞬间归零的。之前无论是韩国、埃及、阿根廷还是俄罗斯，甚至现在的伊朗、委内瑞拉，他们的钱都试过变成了废纸。但是只要你不是住在那里，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对吧？那么现在下一个要出事的就是日本。虽然你可能也不是住在日本，但这一次你也躲不了了。因为现在的日本要去自救，而自救的方法呢，就是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甚至是战争。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不仅财富会重新的分配，连国家的排名也会啊。那这还跟你跟我无关吗？我有一个前辈，他在俄罗斯做生意，做了20年了，成为了亿万富翁。然后呢，前几年他亲眼看见俄罗斯的货币直接在后面擦掉了3个零。早上呢，他的1亿，晚上呢就只剩下10万了。这件事情本来我也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直到我看到现在的日本又再一次出手自救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早医生。各位，97年金融风暴，当时崩盘的是泰国的货币，但最后整个东南亚都出了事。你我爸妈的薪水存款当时都跟着去缩水，无数人的房子呢都变成了负资产。一辈子存的钱都化为乌有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当时的泰铢会崩盘呢？很多人说是因为泰国的经济太差了，是因为他手上的美元不够，甚至说是因为美国的索罗斯做空了泰铢。这些呢都是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你一层一层的挖下去呢，真正的引爆点是日本啊。当时的日本把日元的利息压到几乎是0，就是利息低到不要钱啊。那这样的钱谁不想要去借呢？所以国际上的资本家都一窝蜂的跑到日本借日元了。借来做什么呢？就是转手借给泰国这些低头搞发展的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手上有了钱了，就会去盖大楼、修铁路、炒房子，搞得看起来一片繁荣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日本就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债主了。然后呢，97年的时候，日本自己就先扛不住了。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日本借钱，然后把日元换成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去投资嘛，所以当时的日元就疯狂的贬值。日本的银行它借出去的债呢，全部贬值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日本人今天借给了我100万日元，但是我把钱还给你日本人的时候呢，只需要还60万日元，这样你日本银行的资产是不是就缩水了？而日本为了自救呢，就只能疯狂的抽资，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所以日本就把之前借给东南亚1/4的钱都抽走了。然后呢，第一个出事的就是泰国嘛，他借了日本人的钱还不上了，美国的索罗斯就看到这个漏洞，然后就过去做空泰国，直接让泰铢变成了废纸，然后呢就引爆了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整个亚洲的货币都变成了废纸，尤其是韩国，当时的韩元对美元直接是贬值了1半。你去思考一下嘛，韩国一栋房子本来要1亿美元才能买得到了，现在韩元贬值了，你只需要花5000万就能买了。也因为这样，整个韩国的财阀还有资产呢，全都被美国的资本家抄底了。就你现在去看看那些韩国的大企业，他们最大的股东不再是韩国人了，而是美国人了。那么现在呢，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日本过去30年利息呢也是几乎是0的。全世界的基金投行，甚至日本他们自己人呢，都在借日元，然后投资到其他的国家去啊。只是这一次钱投到的不再是东南亚，而是美国。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资产之所以可以一直暴涨，都是因为有人从日本借了不用利息的钱，然后拿过来美国去炒股、炒房、炒债券，硬生生的炒上去了。也因为这样，日元一直被换成美元。30多年下来呢，日元现在已经跌到了历史谷底了。而现在呢，日本政府终于出手了，他们要救自己的汇率，卖掉手上仅存的美元，买回他们的日元了。对，你没听错，现在的日本要开始抛售美元了。而日本手上最多的美元资产是什么呢？就是那12400多亿的美债啊。各位，97年日本为了自救，要泰国去还钱，然后就引爆了亚洲的金融风暴。而现在日本也为了自救，也要让美国还钱，
同样的剧本，一旦日本继续的卖美元或者是卖美债，你觉得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日元的汇率被救起来了，所有借了日元的人是不是就要崩盘了？就是今天你借了100万日元去投资美国嘛？对啊，你借这100万日元是不用还利息的，但是如果日元升值呢，你还钱的时候就要还120万日元了，那么这多出来的20万是不是就是利息呢？如果你还不起，你是不是就要贱卖你手上的美国资产呢？那么当每个借了日元的人都还不起钱，都一起贱卖美国资产的时候，美国是不是就要崩盘呢？各位，剧本呢是一样没错，但结局呢却是不一样的。97年崩盘的是借了日本钱的东南亚，最后抄底的是美国的资本家，但是现在崩盘的却不是借了日本钱的美国，而是把钱借出去的日本他自己啊，而最后抄底的依然是美国的资本家。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些国家的操作会对你的钱包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都不知道，不要说把握这一次机会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了，你很有可能还会被割韭菜。我不是想要吓各位，我只是想要唤醒一部分能被唤醒的人。事实上呢，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当政府都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资产的时候呢，如果你还站在原地等待救援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将会永远成为某些国家或者资本家的奴隶，甚至你的下几代都会很努力的为这些人赚钱，而你还不知道，这就是最可悲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自救。而今天这部影片我讲了，可能会颠覆大家的价值观跟世界观，我会尽量讲的非常的简单直白。甚至如果你希望我公开自己的布局，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了，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各位，接下来我们直接重中之重。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欠了40万亿美元的债，但其实里面有80%左右都是美国自己的内债。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缺钱，你虽然借了很多的钱，但是你欠的钱里面大部分都是找你家里面的人去借了。那么你还不上钱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呢？就一家人嘛，还不上就还不上嘛，这就叫做内债。同样道理，今天美国看上去确实是欠了很多钱，那这些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国自己人借给他的，比如说一些银行养老金，这样就相当于今天我是美国人，我上班赚了钱，我的这些钱呢给美国政府交了税，然后美国政府收完税之后呢，就会给银行跟养老金付利息。银行和养老金收到利息之后呢，最后钱还是会回到我们美国人手上的。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欠的钱、付的利息呢，都只是付给了自己人。而最重要的，美国最大的债主呢，就是美联储嘛。一旦美国政府真的没有钱，或者是还不起钱了，美联储就会去印钱，然后把印出来的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了。所以，美国40万亿的债，80%都是内债。也就是美国自己左手付给右手罢了。再直接一点呢，这些美国自己人都不是美国真正的债主，美国真正的债主呢是他的外债，也就是40万亿里面大概有8到10万亿才是美国真正他欠的债。所以是不是说美国只需要把他欠下的外债搞定了就 OK 了呢？那怎么搞呢？第一步，我们要先思考一下要搞谁嘛。我们看一下，现在全世界哪些国家借最多的钱给美国呢？第一呢，就是蓝色线的日本；第二呢，是黄色线的英国，然后才是红色线的中国。中国呢，本来是最大的债主，但是他从18年开始就在卖美债了，美债呢也没有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跟英国开始接力去接盘美债。所以现在美国最大的债主呢，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然后到英国。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有没有合法的方法可以把欠下来的债给赖掉呢？有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合法的去赖账。比如说今天我跟银行借了1000万，买了一套房子，那么20年之后，我虽然连本带利的还给了银行2000万。看上去呢，我因为跟银行借钱多付了1000万的利息，但实际上这2000万在20年之后只能够去买一个厕所，
那这是不是相当于我跟银行借了一套房子，但我还钱的时候只是给他还了一个厕所呢？我呢就是这样透过通胀去让债务缩水了。然后第二种赖账的办法呢，就是我趁着银行急着用钱的时候，用500万就把我欠银行1000万的借条买回来，然后撕掉了。就是我本来欠了银行1000万去买房子嘛，但是银行它急着用钱，他愿意让我只需要还500万给他就 OK 了，那么我是不是就赖掉了500万的账呢？这就是低价回购的赖账。同样的道理，今天美国如果想要赖掉日本跟英国的账，它是不是要制造一场史无前例的通胀？然后呢，是不是要让这两个国家急着去用钱呢？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第一步呢，就是把日元跟英镑的汇率压到极低啊。这些年，无论是日本还是英国呢，他们的汇率都是暴跌的。这代表什么呢？就今天你是日本人，你们家的日元暴跌了，贬值了，那么你去美国玩的时候呢，美国的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变贵了？同样的道理，今天日元跟英镑的汇率暴跌了，贬值了，那么美债对日本跟英国来说是不是就变贵了？汇率变贵呢，只是第一步啊。然后呢，美联储20年疫情的时候直接把利息降到0，而且还没有上限的去印钱买美债，这样美债的价格是不是就涨了上去了？利息是不是就降了下来了？而这个时候呢，中国不再去买美债了，日本跟英国就顶了上去了。在这个汇率最贵、价格最高，但利息却是最低的时候呢，去接盘了无数的美债了，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了。然后呢，当他们都接盘了之后呢，美联储22年就开始升息了，直接把美债的价格砸到底，美债直接进入了熊市，日本跟英国就直接被套牢了。那么套牢也没事，只要日本跟英国不去卖美债，那么到期的时候呢，美国还是要给他们还钱了，这样他们呢也不会亏钱了。所以这只是让他们入局啊。入局之后的屠杀呢，就是现在拉高油价，美国直接跑了过去跟伊朗打架，直接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各位，日本95%的石油都需要经过这条海峡了，海峡一封呢，整个日本的电费、瓦斯、运费、面包、牛奶、猪肉，也就是几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暴涨了。俄乌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把俄罗斯运过去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给炸了，英国冬天的电费贵了，连暖气都开不起啊！我们去思考一下，油价现在翻了1倍，是不是已经很贵了？而买石油是不是就要去用美元去买？那么日元跟英镑的汇率都跌到了谷底了，日本跟英国去买石油是不是就更贵了？尤其是日本现在已经顶不住了，那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让日元的汇率涨回来啊？不然你日本去买石油的时候，就会因为汇率贬值而变得很贵嘛。也因为这样，现在就逼得日本必须要去干预它的汇率了。那怎么干预呢？就是卖掉手上的美元，去买回它的日元嘛，让日元去升值嘛。但是问题就来了，日本呢，它囤了13000多亿的美元资产，看起来确实是很多的。但是这13000多亿的美元资产里面呢，能花的美元现金就只有1600多亿，而且这1600多亿呢，22年第一次救汇率的时候呢，就已经花掉了1000多亿，现在呢又花了300多亿，也就是说，日本手上的美元现金呢都快没了。最重要的是呢，日本现在把手上的美元都给卖掉了，他就没有美元去买石油了。所以日本他去卖美元的同时呢，他还需要让自己手上的美元变多。那怎么办呢？就好像你今天虽然有1亿，但是你家的房子呢就值了9900亿，你手上的现金呢也就100多万。你现在呢要不断花掉你的现金，但是你的现金又不够花，那最后你是不是就要把你的房子给卖了，换成现金去花？同样道理呢，现在日本无论是要去干预汇率，还是要去买石油，都要花美元现金，但是他们现在就没有美元现金了，那是不是只能把手上1万多亿的美元资产，也就是美债给卖掉一部分去套现呢？那么当日本又卖美元又卖美债的时候呢，这就是一开始很多人所说的
之前在日本借钱，然后投资到美国的那些人呢，他们就会因为日元升值而还不起钱，最后大规模的去卖掉美国的资产，最后美国是不是就会像97年的泰国一样崩盘了呢？但是你又会发现，我们3-4周之前开始关注跟布局的美股呢，现在不但反弹了，而且还创了新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早就等着日本了。那么我们是如何捕捉到这一次的反弹呢？我们不会是因为这些时事新闻、财报去判断局势发展，然后呢就把自己辛苦赚回来的钱拿去投资布局那么简单了。因为局势会怎么发展，只是帮我们去预判一个大的方向，但我们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嘛，也没有水晶球嘛，而且这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具体是什么时间发生呢？我们不是造局者，我们是不可能操控的。也就是说，大方向对了，只会提升我们的胜率，唯独只有图表才会把资本家布局的蛛丝马迹看清楚啊。很多人觉得每一次投资都要看对，都要赚钱，那你这是神不是人啊。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的时候亏1块，赚的时候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呢？因为我只要赚1次，前面亏了5次都只是我的成本。所以你会发现，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大户买卖的蛛丝马迹，风险控制可以让我们长期输少赢多，而自动买卖的这个系统和计划就决定了我们的心态，也是我们无论投进去的钱是少是多，我们晚上都能够睡得着的关键。因为我们是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猜的，也不是靠内幕跟运气的，它靠的是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图表信号，用这些去抹平我们人性跟情绪。这就是我跟我弟子的做法，也就是我接下来要在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分享给你的东西。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你不用付1块钱，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真的想要在市场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那么上一次没有抢到门票的人呢，这一次手慢了也一样没份了。所以赶快点击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吧。那么注意听了，这一次美国为什么不崩反而涨了呢？因为美联储出手救市了。美联储有一个秘密机制叫做 FEMA， 说白了就是当其他国家开始卖美债的时候呢，美联储就会去印钱，凭空的去变出美元，然后把那些被抛售的美债接回来。各位听清楚了，它是印钱，而不是从其他的银行挪钱，也不是跟其他的国家去借，而是直接去印钱。而这还不是全部啊！每年4月这个报税季呢，美国收回来的税就好像洪水一样涌了进来。这个时候，美国国库里面的钱呢就会暴涨。今年4月呢，美国国库也就是 TGA 的账户里面的钱，瞬间就冲到了1万多亿美元。这笔钱呢是美国政府从老百姓身上收回来的税啊，是随时可以动用的现金。那你可以想一下，美联储在印钱接盘美债，美国政府也在拿老百姓的税钱去买美债，这2股力量同时出手，那美债的价格能不稳住吗？美股能继续的崩吗？所以有的人说美联储现在印钱是在救日本，同时也是在救美国自己，不让美国崩盘。那我只能笑了。各位，美联储印的这些钱它不是白送给日本的，是借，就相当于今天我是欠了你的钱，你呢要我给你还钱，那我不给你还嘛，但是呢我可以把钱借给你去花，能不能听懂呢？就是日本拿了这些美元之后，反而是要付利息给美联储了。而且当日本在市场用这些印出来的美元去买日元，让日元升值的时候呢，这些卖出去的美元最后又会回到美联储的手上了。而真正的杀招呢，是美国政府拿着收回来的税，在美债价格被日本抛售打到最低点的时候，悄悄的进场，一张一张的把这些跌烂的美债捡回来。你仔细的去品一品啊，就日本当年买美债的时候呢，是在美元最贵、美债价格最高、利息最低的时候去买了，也就是日本是在最高位去接盘了。而现在美债跌到了地板价，这个时候的日本就被逼着去贱卖美债了。然后呢，美联储就用自己印出来的纸
去抄底，美国政府呢就用老百姓的税钱去抄底。简单来说呢，钱都是美国自己去印、自己去收的，等同于美国用几乎是零成本的纸换回来了日本当年花真金白银在高位买下来的美债。日本呢，他卖1000亿，美国就接1000亿。美国低价接完盘之后呢，这些贱买回来的美债呢，要么就是被美联储注销掉了，要么呢就是被美国政府拿到到期嘛。而且这还会顺便推高日元还有英镑的汇率，因为美联储印钱借给日本去买日元，日元就会升值嘛。这日元一升值呢，日本手上剩下来的美债换成日元的时候呢，就会缩水了。一招两杀，狠不狠呢？还没有完，现在油价暴涨了，全世界的物价都在涨了，这样剩下的那些还没有被美国买回来的美债也会跟着被通胀稀释掉了。就是我20年前借了你1000万去买房，现在虽然还给你2000万，但是这2000万只能买厕所了。所以最后美国欠的这笔账呢，就是这样被无声无息的赖掉了。那么有的人就会问啊，美联储印钱接盘，这样美国自己不也会物价暴涨吗？不会的，因为这些印出来的钱呢，根本就没有流进去实体的经济，这些钱没有拿去买面包、买汽油、买房子，它是直接去了日本央行的手上了。然后呢，日本央行又会拿这些钱去买日元嘛，所以最后这些钱又会回到美国的市场里面，在这个美债还有外汇的市场去空转。美国老百姓的菜市场呢，是1分钱都没有多出来了，所以美国国内的物价不会因为飞马而报价，但是日本的美债呢，却已经悄悄换了主人了。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就会问啊，日本在海外不是还有一个日本吗？就是日本的海外资产是全球第一啊，大概有3-4万亿美元在海外，它不能用这些钱去救汇率吗？这个呢，你就要去搞清楚了，这些钱不是日本政府的，是日本那些大企业的。就是你觉得日本的企业，他们在美国赚了美元之后，他们就会乖乖的换成日元，然后把钱全都交给日本政府吗？不会嘛，他们会直接把美元留在美国，然后继续的盖新的工厂，买股票，去买理财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们把赚回来的美元换成日元，就会一直贬值，那这谁还会换呢？而且就算他们想要把钱汇回日本，日本政府也不能花嘛，这是人家的钱嘛。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日本公司他们最大的股东呢，就是美国的资本。这些日本公司呢，就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家抄底的。所以呢，日本的海外资产再多，日本的央行呢也花不了这些钱，他们手上的美元现金呢已经见底了，只能贱卖美债去自救。所以出事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简单来说呢，这盘局就6步嘛。第一步就是先压低日元、英镑的汇率，让日本、英国在最高点去接盘美债。第二步呢，就是升息，让美债价格暴跌。第三步呢，就是发动战争，拉高这个油价，耗尽他们手上的美元现金。第四步就是美联储印钱，美国政府用税收去接盘。第5步呢，就是美国低价去抄底这些美债，同时去推高日元汇率，二次的去收割。第6步就是让通胀去稀释掉剩下来的债务啊。当然，影片到这里，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并没有，这才只是开始啊。日本干预了汇率之后，日元一开始是涨了，但是现在又跌回去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日本要加速的去印钱了。各位，日本过去这几十年的经济是靠什么去拉动的呢？就是靠日本央行不断的去印钱，他们把钱印了出来，然后借给了日本政府去花，去补贴企业，去养活老百姓。所以日本的经济是好是坏，就是看它的印钞机开的有多大。可是现在呢，油价暴涨了，通胀来了，老百姓的薪水了，买不起东西了嘛，企业也撑不下来了嘛，那怎么办呢？日本政府是不是就只能补贴更多的钱？那钱从哪里来呢？就是继续的印钱嘛，印了越多，市面上跑走的日元就会越多，因为市场上的货物还是那么多嘛，但是日元却多印了1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每一张日元能买得到的东西呢，就直接砍半，日元的购买力就会这样被偷走了。然后呢，大家一看日元越来越不值钱了，那谁还敢去拿呢？也因为这样，日元才会被长期的借走，
然后换成美金的，又或者是黄金的，你卖我卖，大家一起卖，日元的汇率就会一直往下冲嘛，这就叫做空日元哦。所以不是只有大户才能做空的，你不想持有日元的那一刻，你也是在做空日元。当全世界都看懂了这件事，日本这一台印钞机停不下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会抢着卖日元的。最后日本的央行每多印出来1块钱，市场就会多1块钱的抛压，越印呢就越贬值，越贬值就越印，就加速了这个死循环。当年的泰铢就是这样，然后整个亚洲就跟着陪葬。那这一次呢？而金融危机呢，只是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国家第一个选择，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转移矛盾。那怎么转移呢？就我开头所说的一场战争。你想一下嘛，当日本的物价一直涨，日元一直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的时候呢，政府会怎么做呢？他会想办法让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的烂摊子转移到外面的敌人身上。各位，日本最近不是要重新的去搞军队吗？如果真的打起来了，不管跟谁打，只要一开战，全世界资金就会逃向避险的资产，黄金还会暴涨，美元还会暴涨，而你手上的货币呢，就只能跟着受难。所以你要不要趁着这个财富大洗牌的机会，把你的钱放在避险资产，甚至是会暴涨的资产上面呢？不但自救，甚至可以借此来跨越你的阶层哦。如果你想要学习一套适合你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哦。好了，各位，今天这期的内容信息量很大，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反正是免费嘛。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欢迎你留言给我，我们一起去理性讨论。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了，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能在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有用的话，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哦，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